为什么大多数中国文化下的人是空心人，也就是核心自我没有生长出来？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度量和境界？为什么真正的心灵开放会培育出强大的自信和气场？为什么女性从生物本能上会拒绝中国式的老实人？看似自私的所谓渣男特质，为什么反而让女人欲罢不能？这其中的心理学逻辑是什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附录部分，核心自我，拓宽你的心灵空间，让一切流经你的心，人性自身就是答案，这4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附录部分，核心自我。个人成长中，核心自我的诞生是一个超级里程碑。核心自我诞生之前，你像是环境的响应物，比如你对别人的评价超级在意，似乎别人的评价定义了你是谁，你会极力调整自己，以争取做到该环境内的最好。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自由度的，别人的评价会极大左右着你。一旦核心自我诞生了，环境的变化还会激发你的反应，但不再是能动摇你的根基。因此，你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并且能保持一份从容。虽然我们总强调锤炼，但必须得说，核心自我的形成总是取决于一个人与周围关系的质量。如果有一个温暖且能良好互动的稳定关系，你会感觉到心灵在迅速成长。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不再被外界的环境中的苛刻评价所左右，那就意味着你终于有了自我。科胡特的一段话很好地描绘了核心自我。在情绪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个核心自我稳稳地站在那里，它会摇晃，摇晃是一种呼应，但只是摇晃，根基不被动摇。不过必须得说的是，温暖互动的关系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你必须有自己负责的意识，而不是依赖。依赖必然导致过度要求、抱怨和攻击。核心自我的建立，最初必须建立在我是好的这种感觉之上。这种我是好的自恋感是一种凝聚力，可以将关于自我的各种信息凝聚在一起。可以说，这种自恋是一种向心力。此外，基本的控制感极为重要。我们只会将自己能掌握的信息和自我粘在一起。如果不能掌控的，我们倾向于切割和分离。一旦我是好的这种感觉积攒的足够多，核心自我得以建立之后，我们就有了这种感觉。形势无论怎么发展，我都相信自己能掌握局势。此后，自我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扩展。绝对不能接受批评的人，是因为我是好的这种基本自恋都没有形成，所以一点点我是坏的信息，就可以让他的自我支离破碎。在这里加一句，古今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最喜欢实施文字狱和互联网审查，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好，回到这本书，核心自我的养育其实就是父母允许孩子做他自己，允许你的能量以你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你的内在就有了非常牢靠的一个内核。相反，如果父母要求孩子听话，那么孩子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内核生成，核心自我也就根本不可能建立。并且，既然父母的话决定了你是谁，那么自然而然，你在长大之后也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话。所以别人的话就如同惊涛骇浪一样，可以引起你极大的反应。这也可以解释，在当今的中国文化下，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在乎别人的话。因为听话教育会让我们普遍形不成核心自我。第2个专题，拓宽你的心灵空间。把问题保持在一个清澈的水池中，看看有没有一朵莲花会绽放。美国催眠师斯蒂芬·吉里根。人际关系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别人的不同意见或负面情绪，自己有多大的容纳空间。这个容纳空间也就是常说的度量。度量小的话，势必会引起人际关系中的绞杀，并且关系越是紧密，绞杀就越是严重。特别是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中，最重要的情形下是不给对方的不同意见或负面情绪一点点空间。
并且会长时间持续地施加压力，要灭掉对方的不同意见与负面情绪，而让对方和自己保持一致。有时这看似是单方面的，也就是强势的一方向弱势的一方发起绞杀，这份绞杀可以长年累月，最后被绞杀的一方简直都会失去独立思考，也没有了情绪，变得仿佛是行尸走肉。有时是双方一起发起的，这常见于夫妻关系中，也就是我做什么都看着你的脸色，生怕你不高兴。同样，你做什么我也紧紧地盯着你，很容易就对你不高兴。两个人对彼此高兴不高兴的在意都到了极致，而彼此的扼杀也到了极致。结果是两个人都感觉到无比的委屈，也就是我如此地在意你，为你考虑，你还是不领情，同时又非常残酷地去压制对方。度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一个人的度量从何而来？在我看来，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容人之量，这取决于他心中在多大程度上住着一个人，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他自己曾在多大程度上能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就是让孩子心中住下一个爱的人，而这个人最初一般都是妈妈。这一点能实现，需要妈妈心中住着孩子，也因此能持续稳定地给予孩子爱。具体则是，作为养育者，父母去做一个好的容器，能容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与不同看法。也就是，当孩子有负面情绪与父母看法不同时，理解并接纳他们的存在，并让他们在关系中表达、流动。容器是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术语。他说，好的心理医生能做一个好的容器，给来访者的情绪、情感、感受与想法提供一个保持性的空间。好的父母对孩子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做才能提供一个保持性的空间？这需要做到3点。第一，在你把事情做好的时候认可你。第二，在你受挫时支持你。第三，你的各种感受和想法可以在我这里安全地、自由地流动。在保持性的空间里，一个人可以很放松，可以做自己，并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保持性空间里，他有空间可以观察自己，也有空间观察别人，因而可以变得更为从容。相反，如果没有保持性空间，而是活在绞杀中，那么一个人就会时刻紧张地去处理事情，没有空间做观察，并且很容易会因为一点小事没处理好，就有大祸临头的感觉。这既会导致他绞杀自己，也容易导致他去绞杀别人。我有多名来访者形容说，一直感觉就像是走在钢丝绳上或者悬崖上，下面是近乎刀山火海，他们必须调动一切精力去应对哪怕在别人看来很小的挑战，因为很小的挑战都可以让他们失去平衡，失去平衡就会跌落，而跌落就近乎于死亡。这样的感觉之下，他们不可能有容人之量，最多就是貌似好脾气而忍着，但他们对别人的排斥也会非常的严重。有多名来访者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咨询之后，突然可以观察自己和别人了。那时他们会形容说，自己终于从钢丝绳上下来了，不再担心掉下悬崖，于是有了一个从容的空间。随即他们也有了一定的容人之量，对自己和别人也多了一些宽容。一位男性来访者本有严重的抑郁症，经常感觉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的抑郁情绪就是来自和周边人的种种心理绞杀，别人随便一句话都可以对他构成巨大的压力，于是他随时都可能被别人绞杀。相应地，他也总在绞杀别人，特别是身边的亲人。他对他们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要求，而且他们必须得按他的要求来，否则他就会有巨大的愤怒出来。这种彼此绞杀带给他强烈的负面情绪。有一次他讲到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妈妈给他提了一个不够合理的要求，过去这种要求会让他暴怒，而这次他很平静地驳回了妈妈的要求，并请求妈妈理解他。他详细讲了自己的处境，最后希望妈妈能按照他的要求来做事。妈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讲到这件事，他泪如雨下。当他发现他的声音能传到妈妈那里，并能发挥效果，这种感觉如此之好，并且
这种感觉在他过去的人生中太缺乏了。但是他也纳闷，为什么以前他做不到平静对待妈妈的要求，并平静地向妈妈提出自己的恳求这样的事情，放到几个月前，他会不可遏制地愤怒。平静对待妈妈的要求，意味着他对妈妈的要求有了容纳空间，而他能平静地向妈妈提出要求，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声音有了容纳空间。有了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容纳空间之后，就不必那么着急了。这个空间从哪里来？我的理解应该是咨询的作用。他在我这里体验到了被容纳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再被确认，逐渐在他心中生效。现在他也可以把这种被容纳的感觉传递给别人了。有天早上，我在书房里整理这些文字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小事。我家的加菲猫阿白爬到了我的腿上，它的毛会粘到我的裤子上。我习惯性的想把它抱下来，但突然想，为什么要切断这个过程？就让它进行下去吧。它就这样安然地在我腿上趴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有些什么奇妙的东西在我和它之间发生了，就好像是我又一次触碰到它的存在，而它也变得很不一样。因此我和它都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所以我领悟到，过去的绝大多数时候，我的头脑不间断地对各种事进行评判、分析与管理，而这意味着我的头脑不断切断这些事的能量，让这些能量都缺乏空间去充分流动。而关系中的链接都是双方的能量在一个空间内顺畅流动的结果。所以要止念，止是停止的止，念是念头的念。停掉了头脑中的念头，就给了能量流动的空间。佛教总讲止念，我过去把这个看得很艰难，觉得必须用打坐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做到。但现在想，只要不拿头脑的念头去切断正在发生的能量流动，就可以很好了。比如阿白趴在我的腿上时，虽然我还是会有各种想把他赶走的念头，但我没有这么去做，而是让这些念头自由地发生，但同时给阿白趴在我腿上的这份能量一个空间，让这份能量流动。将这份领悟引申，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做事情时，重要的不是头脑多聪明，而是让能量流动起来。能量流动起来后，它会自动指引你走向何方，这就是所谓的发挥。而超水平发挥都意味着能量充沛而顺畅地流动，但能量流动需要空间。如果头脑总是在妄动的话，就意味着能量一直在被切断。头脑为什么会妄动？因为头脑很容易有分别心。再说说阿白趴在我腿上这件事，的确，我今天早上穿的是一条比较正式的裤子，沾上猫毛必须得打理，但打理并不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所以把阿白赶走并非事实的需要，而是头脑做了判断，裤子粘上猫毛不好。于是我的这个判断驱使我要做出把阿白赶走的行为。光有这一件事还不要紧，要命的是我的头脑不间断地对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进行如此评断，而当我没有觉知时，这些评断及念头无形中驱使着我做了太多切断能量的事情。所以对头脑妄动念头的觉知很是重要，让一切流经你的心。和一位朋友谈起自信与气场，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每当谈起类似话题时，我很容易想起这个故事，因为印象实在太深刻了。那是1996年，我还在读大三，跟着北大心理系的老师参加希望工程的一个项目，要通过各种测试，从来自全国22个省的22个受捐助学生中筛选出3个孩子，去美国参加当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火炬接力。期间一次歌唱比赛，一个8岁的贵州小男孩唱的是《我们的大中国》，他一开唱，全场哄堂大笑，因为跑调跑得实在太离谱了，但他不为所动地继续唱下去，哄笑声逐渐消失，最终转变为安静的钦佩，甚至可以用鸦雀无声来形容。整个房间只剩下他的歌声。等他很烂的歌声结束时，掌声雷动，神奇的投射与认同。最初我们向他投射了嘲讽，也就是你的歌声真难听，但小男孩没认同，他转而向我们投射了我很好，并且非常坚定。我们认同了，于是最后给予他如雷鸣般的掌声。特别难得的是，
这个小男孩并不傲，他就是大气坚定。同行的中国青年报一名记者成了这名小男孩的粉丝，每年都去贵州看他。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我相信他会过得不错。在微博上讲这个故事并分享了我的认识之后，有多名网友说自己也看过类似的故事，但都没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比如这样一个故事，我上大学时，学院里举办晚会，有个环节，观众只要想表演就可以上台。有个男孩子上去唱歌，唱得很难听，他很陶醉，丝毫没有要下来的意思，还唱了很长时间。他唱完以后，底下观众走了一大截，剩下的人里只有很少人鼓掌。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对于这一点，我的理解是，简单坚持自我的是自我封闭，他们用自闭之墙屏蔽掉嘲讽，但其实内心已经被击穿，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贵州小男孩是敞开的，他允许嘲讽的能量流经自己，而后又传递出自信。这的确不简单，不能简单模仿。我们都受不了自己的能量被屏蔽，如果被屏蔽，就会感觉到被拒绝，于是就很容易转而拒绝屏蔽我们的人。所以一般性的坚持自我很容易把人赶走。精神分析中有一个概念，涵容。涵是涵养的涵，容是容纳的容。涵容的意思是，一方面发出的信息，特别是负面情绪，另一方需要将其容纳，然后消化，并转化成相对好的信息，再传递回去。在这里加一句，这有点像马保国老师的接话法。好，回到这本书，比如亲子关系中，孩子发出负面情绪后，父母需要接住、容纳并消化，再转换出相对好的信息给孩子。讲到这儿，我又想起了其他一些事情。我自诩有一眼判断人的能力，这原来是一个惯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似乎从小就具备这一点，后来将它意识化，变成了一个完整意识。如果想认识一个人，你就必须放下成见，打开感官，全然接受对方的信息，特别是神情，让这些信息扑面而来，看看我会感受到什么。咨询中，这一点则发展成敞开接受对方的各种信息，比如语言、语调、韵律，以及一些看似无意识的东西等等。他们传递到我身上时，我自会有各种反应，于是通过这些反应来推测来访者那里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一直有一个弱项，那就是不能识别对方的姿势。如果补上这一块，估计会好很多。最近知道华德福学校有一个看起来神神叨叨的课程，人质学。课上，老师会教导学员如何通过感觉去认识一个事物，比如观察一棵植物，打开你的所有感官，也就是5种感官、第6感以及其他，让这些感官去接受植物传来的信息，也就是感觉，然后聆听这些感觉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并以此判断这棵植物的功效。结果会很神奇。听说中医也是在使用同样的办法。美国的一个课程《阿凡达》中，老师有类似的教导，让头脑安静下来，打开感官，接纳某个事物传递来的各种信息，而后成为它。我有朋友多次上过这个课程，他说真的可以体验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植物。听朋友讲述华德福的人质学时，我脑海中冒出这样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在发出他们的呼唤。此前我还有另一句话，正好可以成为这一句话的下一句，让一切流经你的心。将这2句话综合在一起，那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发出他们的呼唤，让这些能量流经你的心，心灵会读到这些信息是什么。让一切流经你的心，这句话是我去年在南极旅游时的一个感悟。当时我们几个人乘着橡皮艇，在非常壮观的蓝色冰山下巡游，看着一只飞鸟翱翔的身影，突然我有所触动，从心里跳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安静了下来。他们本来是安静的风景，等着我拍摄，但那一刻他们一下子活了起来似的。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也变得很不同。几个同行的团友也发现了，说啊，吴老师你怎么突然间这么潇洒？现在想，本来我是一个宅男，我的气质就是切断各种能量的流经，而那几个小时里，因为那个感悟，我敞开了自己，各种能量都可以流经我，于是多了份潇洒。所谓潇洒，就是挥洒各种能量吧。
自己的和流经自己的，真的希望这一份潇洒一直留在身上。不过这份能量也是一样，来了又走，走了又可以来。但还好，类似这样的领悟在不断地发生，而一次又一次的领悟中，让一切流经你的心，这句话会越来越清晰地活在我身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得潇洒而自在。人性自身就是答案。真爱源自真实，真实说说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没有品尝过真实就可以被接纳、被爱的人，会忍不住要去讨好、付出、诱惑与控制等等。先简单说说爱中的讨好与付出吧。讨好者有这样一份矛盾：你不喜欢我，我生气，我这么努力你都不接受我。但你如果真的接受我，我又忍不住会想，这是我讨好成功的结果，而不是你真的喜欢我，所以一样会有恨与落寞。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心对我？由此可以看懂，关键是讨好者不相信有真情，所以看不到对方的真情是其实真实存在的，并且对方有自主意识，对他好并不是他的讨好所导致的。写这篇文字是因为一个女孩，她即将步入婚姻，却产生了如婚前恐惧症一样的各种害怕。她不断怀疑，他爱我吗？他对我的好不是因为我讨好的结果吗？我值得他对我好吗？这个逻辑可以延伸到很多地方，比如用性感诱惑而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会这么想，用金钱引诱别人的人也会这么想，用权力压制或帮助别人的人一样会这么想。所以科胡特的那句话尤其珍贵，不含诱惑的深情。这个境界太高，而我们需要在看似平常的情景中发现并相信真情是存在的。关键是真自我与假自我。用假自我建立关系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假的，自己用假自我构建的关系也是假的，因此想毁掉这一切。对方却未必假，对方可能拿出了真心并投注了真感情，并且真自我与假自我并不是这么绝对。当你用假自我行使诱惑时，真自我也同时存在。比如你可能会陷入其中，以假开始，却真真实实地把身与心交了出去。关系中，我与你互为镜子，我想从你的这面镜子里看到我是好的。当对这一点没有信心时，我会通过讨好、性感、权力、依赖等方式诱惑对方对自己好，但真的得到后，我会怀疑你对我的好是假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假的。所以我们必须勇敢拿出真实的自己去投入到关系中，我们也必须有耐心给对方自由，信任对方的自发反应。真爱必然发生在我与你的自发反应中，爱就是我与你相遇，只有真实才能相遇。但是假如我觉得我是坏的、黑色的，那么我会惧怕与真正的你相遇，不然你看到我的真相怎么办？甚至是我虽然渴望着与一个你相遇，但我由衷怀疑作为一个爱者的你存在吗？但是如果真的相遇时，我与你都被照亮，并发现我就是你。另一个类似故事是，一位女士回顾她10几年的婚姻后说，在这场婚姻里，没有一天我是不使劲的。开始是拼命付出，对她和她家人百般的好，等关系出现危机后，又努力反省自己，改变自己，但爱却依然渐行渐远。或许这个故事的关键是太使劲的爱有这样的逻辑：我对你这么好，是为了向你显示我有多好，而你在通过爱的举动来证明我的确是好的。如果你不承认，我就会有不满，于是对方失去了存在不满的空间，并感觉自己被绑架了。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我要向你显示我是好的，而你必须给出证明，让我确信我是好的，否则我就觉得自己是坏的，转而觉得你也是坏的。这一逻辑的反面有2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我觉得我是好的，所以我无需证明，我对你好，但不期待你如何回应我，也不控制你。第2重境界，我接受我有坏的部分，甚至喜欢这份坏，所以不假装自己有多好，所以你也不必假装。很多旷世恋情都是太使劲儿，因而有点不对劲儿。比如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旁观者津津乐道，但林徽因却不为所动。
比如有一年春节，广东北部大雪，很多回家的人被阻断在韶关附近的高速路上。一个深圳的男人步行去找他喜欢的女孩子，给对方帮助，结果对方不为所动。他的故事既感动了一批人，也有相当一批人却觉得他不对劲儿。这种不对劲儿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我太使劲，势必要换取你的一些东西。至少太使劲的话会导致压力，让两个人都不自在，对方感觉被束缚。同时如果你太使劲儿，也会觉得这份看似感人的旷世恋情是人造的，而不是自发的，所以不真实。太使劲儿去爱的深层逻辑是，我觉得我是坏的，为了掩饰我的坏与黑暗，我走向反面，表现出好，以此向你显示我是好的。你是我的镜子，我渴望你这面镜子照出我的好，也就是你接受我的爱，用这一点证明我果真是好的。爱就是为了这么个目的。但是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呢？为什么非要别人证明呢？为什么你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本性并拥抱它？本来你对它是好的这种感知有赖于镜子的认可，那你为何不做这面镜子？想通了这个，我忍不住跑到天台上，高兴地舞蹈了一会儿。在这里加一句，渣男的一个特质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本我欲求去和女人互动，反而让女人感受到了对方的真自我，从而对女人产生了欲罢不能的吸引力。好，回到这本书，继续。需要澄清的是，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逻辑游戏。关键是今年的一系列治疗中，我碰触到了自己内心的所谓本性，它着实吓着了我。本能地，我一如婴儿，期待这份本性在一个好的关系中被认可、被接纳。但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不直接认可它、拥抱它？最简单的表达则是，人性自身就是答案，生命自身就是答案。宋明理学宣称存天理灭人欲，而王阳明则在龙场证悟道，天理即人欲，也是同一个道，同一个理。人都从合一的能量之流中而来，但它不断从人的感知与头脑中发展出种种复杂的二元对立。这些复杂的二元对立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抽丝剥茧地一一认识到，而后不带二元对立地看到这股生命之流。这就是我目前找到的答案。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附录核心自我，拓宽你的心灵空间，让一切流经你的心，人性自身就是答案，这4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